嘿，欢迎来到原生态工作室。今天我们将介绍一个挂在半空中的植物，叫做空气凤梨。你认识空气凤梨吗？它的原生环境在哪呢？它的原生是热带雨林，高温多雨，而且喜欢长在树干上。空气中含水量高的情况下，让空气凤梨演化成透过叶片本身的绒毛就可以吸收水分，也因此2到4天就记得要喷水一次哦。稍等，我会示范一些简单的基本构图。如果你觉得太简单了，想要做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例如一些动物或家里的宠物，你也是可以试试看的。如果没有特别有想法，欢迎跟着影片一起试试看哦。首先，我们要做一个云朵的基座。云朵，我觉得它的构图是最简单的。你只要将铝线绕在我们的竹筷子上，绕成一圈一圈的样子。等一下呢，再将两端的铝线往内推挤，就可以取下一个很像弹簧的一个铝线。这弹簧的铝线呢，你便可以把它制作成你想要的任何 QQ 的样子，好比说像是一朵跟斗云，让你的空气凤梨驾着云雾前来你的作品上面。如果你觉得云雾太简单了，你也可以多做几个叶片，等一下把空气凤梨放在叶片上也是很好的选择。稍等，我就会来示范如何制作叶片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做叶片太困难了，记得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云朵哟。这里我也要示范一个跟云朵一样简单的基本构图，叫做叶子。叶子你只要把两边的铁羽线往内折，稍微再往内拉一点点，用力拉一点点，它顶端的尖尖的样子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。这时候再把两侧往外拉，叶片的形状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，你也会觉得你的叶子更活灵活现。记得适当的去拉取一些曲线，这可以让叶形更加好看哦。切记，金属是有记忆能力的，所以当你折过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反复的折，最好可以一次到位，让它呈现出你最想要呈现的样子。缠绕羽线的过程呢，也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个阻力，让我们可以把它插在我们的海绵上时，可以更加的稳定性。适当的弯折，也可以创造出叶片更活灵活现的姿态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容易了？如果你觉得太容易了，可以试试接下来的另外2款叶片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稍等，我会帮你介绍幸运草的叶片，还有龟背玉的叶片，都是时下非常受欢迎的叶款哦。幸运草的叶片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把一片叶子做4次就可以完成了。首先，你要做出一个最基本的架构，一个小小的三角形，而这三角形的两侧铁丝要往同一个相反的方向再回折。完成第一个动作以后呢，稍等，你只要再重复3次一模一样的动作，就会完成一片四叶幸运草了。有没有觉得也是非常简单？叶片好看的秘诀就是折好了以后，千万不要再随意的改变形状，要一次到位，让你的指腹的力量集中在铁丝的末端，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简而有力的叶形的形状。当然，如果你非常擅长折铝线，你也可以先折出1颗爱心，折出4颗爱心时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完美的幸运草叶片。但是如果你的手不够巧，记得可以模仿影片，做出这个简单的4片幸运草就可以咯。龟背玉的叶片，这是一个时下非常受欢迎的叶款，很常出现在许多的印花布上。龟背玉的感受会带来一种热带风情，而且非常具有记忆点。折它的时候，你得先模仿基本的叶片，折出一个叶子的顶端。接下来把叶子的顶端稍微拨开来，做出龟背玉上端比较尖尖的叶形感。龟背玉最大的特色就是叶子有非常多的破裂的地方，所以稍等，你要把它想象成叶片中的斑马，要帮它折出许多的破裂的纹路，让这破裂的纹路成为它时尚的一环。但这也是技术上最为繁复的地方，你必须重复的折出不同的纹路，让这龟背玉可以呈现出最美的样子。
龟背芋，如果你非常喜欢，我鼓励你，你可以做个2片，一片比较大，一片比较小，这会让你的龟背芋盆栽结合空气凤梨以后呢，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极简线条盆栽。说到这里，事不宜迟，赶紧拿起你的铝线，跟着影片一起操作看看吧。如果真的折不出来，也不要太难过，再多试几次，也许下次你就会成功了。接下来的步骤非常简单，要把刚才制作好的叶子，还有你的空气凤梨以及扩香石的盆器组合在一起。扩香石的盆器里面会有海绵，同时铺撒上你喜欢的仿植物盆栽的介质。将你刚才制作的云朵叶片，把它插在海绵上。如果不太牢，记得可以使用一下桌面上的保丽龙胶，将它擦拭在我们的海绵上面，让它更加牢固。还有组合上你喜欢的东西，搭配上金属挂牌跟植物以后，你的作品会更加的活灵活现，也更加的有时尚感。最后，你还需要添加气味，记得咨询服务人员，让他帮你做精油抓周，同时提醒你要如何照顾植物。主动的询问将获得最好的服务品质哦。那如果你还喜欢这一次的课程，也欢迎追踪我们原生态的 Instagram， 我期待未来还有机会为您做更好的服务。